今天我們要講一段聖經中最尷尬的一幕，以色列的戰神團隊被騙慘了。沒錯，這故事發生在約書亞記第9章16到27節。故事開頭非常刺激，就像打開新聞看到以色列剛簽下和平條約，對象竟是隔壁村。來，請想象一下這個畫面。約書亞滿臉威嚴地宣布，我們跟遠方的欺騙人立約，他們是我們的朋友。結果3天後，一個小兵跑來報告，長官，不好了，那些遠方人其實就在隔壁走路2小時的地方。此刻背景音樂一定是噔噔噔噔，懸疑節奏起。經文說，以色列人行路第3天到了他們的城。那個第3天在聖經裡常常是大事發生的日子，但這次不是復活，是翻車現場。想象那隊士兵走進城裡，看到牆上的路牌寫着歡迎光臨欺騙室，那一刻的表情一定比發現手機忘帶更慘。有人開始小聲抱怨，我們昨天才簽約耶。另一個人說，我還跟他自拍了。#遠方朋友，我現在要刪掉嗎？整個以色列營地的群組都炸了，這不是打仗輸了，而是被智慧型詐騙成功了。於是百姓全炸鍋，怒火燒到最高點。我們被耍了，幹掉他們！但約書亞和首領們卻說不行，我們已經指着耶和華起誓了。他們知道人可以違約，但神的名不可以被輕看。這裡超關鍵，他們明明被騙，但仍然選擇信守誓言，因為他們不是為面子活，而是為神的榮耀而活。這一段經文真是對現代人超打臉的提醒。我們今天在合約裡總有小字，如有變更，另行通知，但在神面前沒有那一條。神重視信實勝過面子。你看，約書亞寧可被笑，也不願失信。那接下來怎麼辦？不能殺，又不能放着不管。約書亞靈機一動，開了一場欺騙記者會。他說，你們為什麼欺騙我們？欺騙人一臉誠懇地說，因為我們聽見耶和華你們神的名聲，所以怕啊。注意哦，他們雖然騙人，但他們的理由竟然是敬畏神。你說諷不諷刺？有時候神的百姓信心不足，反而是外人更相信神會動手。於是約書亞宣布了史上最有創意的判決。好吧，你們活下來，但從此以後要為會眾，為耶和華的壇劈柴挑水。這句話翻成現代語就是，恭喜你們沒死，但從今以後變成上帝家的長工。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麼嗎？這群騙子後來真的留在以色列人中間，幫忙會幕服侍聖殿。在尼希米記裡，他們甚至被記錄為敬拜團的一部分。原本他們該被滅，結果被恩典收編。原本他們用謊言存活，最後卻成為真神的僕人。這就像你看到一個黑客、駭客被抓到，結果後來被聘為政府網安顧問。神的劇本永遠比人厲害，他不只會審判錯誤，更會翻轉錯誤。欺騙人雖然用假冒開始，但用真心結束。你有沒有發現，這次約書亞沒有再靠憤怒或武力處理問題，他用智慧和神的原則回應。他學會了一件事，屬靈的成熟不是從沒失誤，而是失誤後學會敬畏。有時候我們以為完美才是信心，但神更看重信實。跌倒後仍選擇做對的事，被騙不是恥辱，不誠實才是。而約書亞的選擇，讓整個以色列民族重新對誓言這件事產生敬畏。所以這段故事不是在教你怎麼防詐，而是提醒你，神甚至能用詐騙事件
來教導他的子民何謂信實。以色列人被騙，神沒攔阻，為什麼？因為他要讓他們學會，有時候失誤比成功更能讓你認識神。而欺騙人雖然用錯方式接近神，卻仍被神接納，因為神看的是心中那一點真誠的敬畏。所以人生有時候真的像這段經文，你以為輸了，其實神在贏；你以為被騙，其實神在教。記得被人騙一次，別怕；被神教一次，千萬別錯過。